2025年3月，全球经济像是站在悬崖边上，风声鹤唳。川普 2.0 强势回归，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攀升至 4.305%， 关税战的硝烟从竞选口号变成了现实，标普500却在创新高后摇摇欲坠。投资者不禁要问，这只是短期的市场噪音，还是大萧条的前奏？川普压住北美内循环的豪赌，能否救美国于水火，还是会把全球经济拖进深渊？今天我将用最新数据、历史教训和逻辑为您揭开这场危机的真相，并给出2025年的资产布局策略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基于事实的冷静判断。让我们从美债开始，逐步拆解这场经济大戏。根据2025年3月最新数据，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 US10 万已升至 4.305%， 较前日上涨 0.023个百分点。2年期国债收益率 US2 万达到 4%， 上涨 0.037个百分点。短端国债如1个月期 US1M 和3个月期 US3M 收益率分别为 4.311% 和 4.307%， 显示市场对短期流动性的需求依然强劲。长端国债如30年期 US30 万收益率达 4.602%， 反映投资者对长期通胀和财政可持续性的担忧加剧。收益率上行并非偶然，川普上台后承诺大规模减税和基建投资，美国联邦债务已膨胀到35万亿美元，占 GDP 比重逼近 130%。 政府需发行更多国债填补赤字，而市场需求跟不上，供需失衡推高收益率。2025年1月，美国 CPI 年增率达 3%， 为7个月高点。关税战将推升进口商品价格，尤其是来自加拿大、墨西哥和中国的原材料与消费品，通胀预期升温，投资者抛售国债，加剧收益率上升。美联储2024年底降息后，主席鲍威尔表示未来降息将更审慎，降息预期降温，进一步加剧债市压力。历史上，债市义勇军通过抛售国债逼迫政府调整政策的投资者，总在财政失控时出现。摩根大通首席策略师凯利警告，若川普推动巨额财政刺激，债市可能剧烈反应。2025年，这一风险正在显现。美债收益率曲线的2年期与10年期利差 4.305 减 4% 等于 0.305， 虽仍为正，但显著收窄。若利差倒挂，经济衰退信号将更明显。美债飙升的涟漪效应已波及股市，标普500的脆弱性暴露无遗。关税战与北美内循环。2025年2月1日，川普签署行政令，对加拿大和墨西哥进口商品征收 25% 关税，对中国加征 10%， 4月将扩展至汽车、药品和半导体领域。这是北美内循环战略的核心，旨在通过高关税迫使企业将供应链迁回北美，重振制造业，并以国家安全为由应对非法移民和芬太尼问题。理论上，北美有自成一体的潜力，加拿大提供能源和木材，墨西哥贡献廉价劳动力和农产品，美国输出技术和资本。但现实远不乐观，全球化分工深入，美国企业依赖中国的电子元件和墨西哥的汽车零件，短期内难以替代。盟友的反击已开始，加拿大威胁对美国能源加税，墨西哥计划报复性农产品关税。北美内部裂痕扩大，关税推高进口成本，美国消费者首当其冲。耶鲁大学估算，每户家庭年均购买力损失1000至1200美元。WTO 秘书长伊维拉警告，关税战若引发报复，可能重演1930年代大萧条。斯姆特获利关税法曾导致出口暴跌 60%， 经济崩溃。如今，汽车行业已现端倪，通用汽车和福特因墨西哥零部件关税成本上升，可能上调售价。关税推高通胀，
又反过来加剧美债收益率上升，形成恶性循环。川普的豪赌短期或刺激制造业回流，但长期风险巨大。股市崩跌的临界点。2025年初，标普500创新高，但其 K 比率、景气循环调整后本益比数据引发警惕。根据历史数据，截至2024年12月 Robert Shiller 数据，主要市场泡沫峰值 K 比率包括2007年住房商品泡沫 38.6%， 1999年 .com 泡沫 44.2%， 1929年大萧条 32.6%。 假设2025年3月 K 比率接近38至40，基于当前趋势已达历史高位，远超22的长期平均值，表明市场过度乐观。三股逆风正在汇聚。首先，4月关税生效将扰乱汽车和半导体供应链，特斯拉因墨西哥零部件成本上涨已下跌 40%。 其次，通胀抬头，3至4月 CPI 数据弱超预期，美联储可能加息，10年期国债收益率 4.305% 或进一步攀升，压缩企业盈利。第三，3月底预算与债务上限之争若破裂，政府停摆风险将动摇信心。2011年债务危机曾导致标普500下跌 17%， 如今估值更高，后果可能更严重。历史教训深刻。1929年大萧条前 ，KIP 比率 32.6 后崩盘，次年下跌 28.5%， 2000年 .com 泡沫 44.2 后下跌 10.1%。当前高估值下，任何利空都可能触发崩盘。股市正站在悬崖边，大萧条的风险有多高？大萧条是否重演？1929年，过度投机、贫富差距和贸易保护主义导致股市崩盘，出口暴跌 60%。如今，标普500 K 比率接近38至40，基尼系数创高，川普关税政策似曾相识。但现代经济有韧性，美联储可通过量化宽松干预、全球化减少单一国家衰退的连锁效应。然而，类萧条风险存在。若关税战失控，通胀逼迫加息，股市崩盘，引发金融危机，2025至2026年可能出现低增长和高失业。当前失业率 4.1%， 经济未衰退，但通胀压力和地缘政治不确定性是导火索。大萧条概率 20%至 30%， 但需警惕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2025资产布局策略，抢占先机。在美债收益率攀升、关税战升级和股市高估值交织的2025年，经济环境充满了不确定性。但正如老话所说，危机往往孕育着转机。对于投资者而言，关键在于提前调整资产配置，既要防御潜在风险，又要抓住市场中的新机遇。以下是基于当前形势的详细布局建议，帮助您在这场风暴中稳中求胜。首先，避险资产是任何动荡时期的坚实后盾。黄金因通胀压力和地缘政治紧张而备受关注，其价格已突破每盎司$2500，展现出强劲的避险属性。在关税战推高进口成本和全球贸易摩擦加剧的背景下，黄金成为对抗不确定性的理想选择。历史上，黄金总能在市场动荡时展现韧性，例如在过去几次经济危机中，它往往逆势走高，为投资者提供了一份安心。展望2025年，黄金仍有进一步上涨的空间，目标价位可能达到令人瞩目的新高度。投资方式上，实物黄金或相关基金都是不错的选择，适合那些希望在动荡中保值的人。与此同时，短期美国国债也值得纳入避险组合。
2年期国债以其稳定的收益率和较低的波动性，成为保守型投资者的首选。尽管美债收益率整体呈上升趋势，但短期国债仍能提供一个可靠的收益水平，特别是在市场剧烈波动时为资产提供保护。它的灵活性让投资者可以在利率环境变化时轻松调整策略，尤其是在美联储政策可能转向的背景下，短期国债能帮助您保持资金的流动性和安全性。将其作为组合的一部分，能在风险高企时为整体投资提供一剂强心针。其次，抗通胀资产是应对当前经济挑战的重要工具。关税战引发了供应链的重组，大宗商品如铜和油气的需求因此水涨船高。这些资源在工业生产和能源领域扮演着关键角色，随着北美制造业回流，相关价格有望持续走强。铜因电动车和基建热潮而备受关注，油气则可能因地缘政治因素而保持强势。投资者可以通过基金或相关行业的股票参与这一趋势，尽管价格波动不可避免，适当配置仍能有效对冲通胀带来的购买力损失。此外，房地产在低利率环境下的潜力也不容忽视。尽管当前利率压力可能让部分市场承压，但若政策转向宽松，房地产需求可能反弹，尤其是在制造业回流带来的就业增长地区。选择合适的房地产基金或信托，能为投资组合带来稳定收益和抗通胀保护。再来看潜在机会，能源股在川普北美内循环战略下展现出诱人前景。政策鼓励下，美国可能加大对本土能源开发的投入，页岩油气和可再生能源领域有望迎来新发展。加拿大作为北美能源供应链的重要一环，若与美国关系缓和，其资源出口也将受益。能源板块已展现出强劲势头，未来1年可能带来可观的回报。推荐关注一些行业龙头企业，这些公司不仅能从政策红利中获益，还能在通胀环境中跑赢大盘，是进攻性配置的亮点。能源股的稳定性和增长潜力，使其成为2025年值得重点关注的领域。另一个引人注目的机会是加密货币，尤其是比特币。川普承诺将比特币纳入国家储备，这一大胆表态为市场注入了一针强心剂。比特币价格因此大幅攀升，显示出强劲的上涨动能。尽管波动性较高，但其长期潜力不容小觑。一些机构乐观预测，未来价格可能达到一个令人兴奋的新高度。对于愿意接受风险的投资者来说，比特币可能是一次大胆的尝试，但建议谨慎配置，控制比例，以免市场剧烈震荡带来意外损失。最后，多元化的投资策略是穿越危机的关键。保持一定比例的现金储备，能让您在市场低点灵活行动，抓住买入机会。黄金作为护体之盾，能在最坏的情况下保值，而非美市场如欧洲和中国，因估值相对合理，可能成为避险和增长的替代选择。这些地区的经济在全球动荡中可能展现出更强的韧性，尤其是在美国政策不确定性加剧时。多元化不仅分散风险，还能让您在不同市场中寻找平衡，确保投资组合在风雨中屹立不倒。川普的北美内循环豪赌可能带来短暂的繁荣，却也埋下了长期隐患。美债收益率的上升、关税战的升级以及股市高企的估值，交织成2025年经济舞台上的复杂图景。这一年注定不会平静，挑战与机遇并存。但正如历史反复证明的那样，危机往往是重塑财富的关键时刻。理性分析、提前布局，是您在这场风暴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。无论是选择避险的黄金、国债，还是押注能源股和比特币，甚至是探索非美市场的潜力，关键在于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。你已经准备好迎接这场经济大考了吗？现在就是行动的时刻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
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